老夫当着众先辈的面，将炼魂宗托付给你，莫要坠了我炼魂宗的威名。制魔道的耗子们，速献上天域！炼魂宗确实霸道。好，下一个。二位炼魂宗之人，将法宝留下。今日便让你开开眼！问题终结。朱雀大陆毗卢国北部一座古传送阵内，亡灵的身影出现，他身子化作一道长虹，直奔炼魂宗。亡灵速度极快，不久便来到了炼魂宗山门之外。炼魂宗的护山大阵已经开启，形成一道黑色的魂雾，远远看去好似其内有无数冤魂野鬼一般。亡灵看到炼魂宗的护山大阵，内心松了口气，此阵开启说明其内尚还无碍。炼魂宗内与当年亡灵离开时没有太多变化，只不过其内的门下弟子越显凋零，远远看去9个金环此刻只剩下了3个。你回来了！一个沧桑的声音在虚空中缓缓传来。只见一道血环出现在了亡灵身前，正是遁天。他比之当年更显苍老，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死气。亡灵双目一凝，仔细地看了遁天几眼，他看出了遁天的寿元已是油尽灯枯的地步。你看出来了？无妨，老夫还有那么几年寿命，不会轻易就死的。遁天哈哈一笑，旋即他扫了亡灵一眼，内心颇为震惊，后者修为居然在这几年提高了不少。亡灵沉声说道：前辈这里可有仙玉？好你个曾牛啊！回到炼魂宗就是为了仙玉，我看你若是不缺仙玉，怕是都不会回来吧。为了11尊魂幡，我也会回来。听得亡灵回答，遁天大笑道：好，11尊魂幡是你的，老夫几年之后的魂魄也是你的，甚至这炼魂宗上下也都是你的。但你要记住，老夫这么对你，你必须要回报。老夫让你回报之时，便是保护好11尊魂幡。此幡在，则我炼魂宗香火不灭。他日你若离开此地，定要寻找一处位置，让我炼魂宗香火旺盛，并且为我炼魂宗修建999座天梯塔，成就我炼魂宗大业，使得炼魂宗可以达到6级修真国的标准。曾牛，你可听好！亡灵知道这世间之事本就没有平白无故的机遇，想要获得什么，必须要付出一些东西。他当下便是点了点头。随后遁天带着亡灵来到了炼魂宗后山，只见一个巨大的黑洞漩涡被其召唤而出。此地是我炼魂宗禁地，唯有历代掌握锁神术之人才可以进入其内，带你来也不算违背门规。遁天说着，带着亡灵进入漩涡之中。出现时，他二人已然在了一个巨大的溶洞之内。这溶洞不大，正前方一面墙上有30多个由仙玉组成的灵牌，正是炼魂宗历代因变修士的牌位。二人躬身拜了拜后，遁天右手抬起按在了墙壁上，顿时阵阵轰隆隆之声从四周传来。曾牛，盘膝坐下。我炼魂宗的仙玉所剩不多，怕是不足你使用，不过你不必顾虑，如是最终仙玉不够，老夫带你去抢就是。一个门派不够就抢2个，2个不够就抢3个，说什么也要让你在短时间内因变成功。亡灵听罢唯有苦笑，暗道这炼魂宗的确太过霸道。此刻四周的轰隆之声越来越剧烈，最终在阵阵咔咔声中，但见2块1人多高的仙玉拔地而起，浓郁的仙力顿时弥漫四周。亡灵深吸口气，迅速吐纳吸收起来，渐渐的他整个人全部沉浸在以仙力凝练身体之中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这一日，亡灵身前的仙玉最后一股仙力被其榨干后，立刻彻底崩溃，化作一堆粉末。他缓缓地站起身子，目光落在了一旁角落内打坐的遁天身上，说道：完成了1/3。遁天睁开双眼笑道：不错，走，老夫带你去抢仙玉。在毗卢国西部有一处一眼看不到边际的沼泽之地，整个毗卢国除了凡人之外，修真者都知晓，西部的沼泽之地绝不可踏入半步，那里并非什么天险之地，而是至魔道的山门所在。这一日，在沼泽边缘位置的天空上出现了2个身影，正是遁天与亡灵2人。遁天望着身下这一大片沼泽，感慨道：曾牛，你别看这至魔道之人藏头藏尾的，但我告诉你，他们至魔道的弟子上辈子都是耗子，知道吗？当年我师尊带我来到这里，抢的仙玉都快赶得上寻常宗派3倍了。他说完，一挥手中11尊魂幡，顿时其内魂魄向着四面八方横扫而去。遁天目光一闪，大喝道：至魔道的耗子们，你家炼魂宗遁天爷爷来了，规矩照旧，快献上仙玉。亡灵听到这里失声笑了起来，这遁天的言辞倒也有趣，莫非这抢人家仙玉还曾立下过什么规矩不成？亡灵不知，这炼魂宗霸道惯了，当年遁天被他师父带来此地时说的就是这句话，据说他师尊的师父当年也是说的差不多意思。没过多久，但听沼泽内传来几声愤怒的吼叫，2道人影化作闪电呼啸而来，其中一个老者立刻吼道：遁天老鬼，仙玉没了。另外1人是个老妪，他干咳一声，沉声说道：遁天老鬼，这一次仙玉不能给你了，仙一族上次打来之时，老婆子身受重伤，用仙玉疗伤，至今才恢复了大半，为了日后着想，不能给你。遁天目光一凝，老夫寿元不到2年，自然不怕死。
今日给我仙玉，我离开；不给我仙玉，我也不和你们打。不过这沼泽内的所有毒虫，老子要给他们灭种。按照规矩，仙玉给我一半。那老妪闻言沉吟少许，看了看遁天，说道：“一半可以，不过老鬼，眼下仙夷族第二次攻击在即，若是我至魔道不敌，你要出手帮助一次。”说完，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储物袋，直接扔出。遁天接过，神识一扫，立刻面色变得古怪起来。你们至魔道上辈子莫非真的都是耗子？上次被我师尊拿走了那么多，怎么现在还有这些？莫非你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仙玉不成？这你就不要问了，记住你我的约定。说完，老妪身子一动，向远处飞去。那老者也是一抱拳，转身离开。如此这般，遁天带着亡灵横走整个毗卢国，搜刮了大量的仙玉。亡灵这一路上算是见识了遁天的霸道，手持11尊魂幡便是直接索要灵石。你若不给，好，我便把魂魄放出。凭借他只剩下2年的寿元和这些门派好好周旋一番，许是炼魂宗的恶名流转渊源。其余2个门派最终都是扔出仙玉。瞧见了吗？这便是数万年来我炼魂宗的行事作风。你以后拿着11尊魂幡也要如此，莫要坠了我炼魂宗的威名。遁天一拍储物袋，冲着亡灵笑道：“遁天的霸道不只是在毗卢国，甚至可以说在毗卢国遁天还是有所收敛。毕竟大家都是一国修士，犯不上太过翻脸。可一出毗卢国，这遁天的霸道亡灵算是彻底认识。3个月的时间，遁天带着亡灵走了4个5级修真国，所过之处好似蝗虫一般，甚至一些修真家族都会受到波及，不得不送上不多的几块仙玉。至于那些宗派，遁天根本就不说废话，直接上去就是散开11尊魂幡，大量的仙玉被其积累放入储物袋内。遁天生命中最后的岁月，其嚣张程度，有时候亡灵看到都不得不拿出草帽戴在头上，凭着其上的金芒遮盖相貌，免得日后遁天成为魂幡主魂后，那些被抢仙玉的宗派之人寻他麻烦。随着遁天抢夺的仙玉数量已然足够，这一日，他带着亡灵向着炼魂宗赶去。在那里，他要为亡灵护法，让其一举达到阴变期。飞行中，遁天叹息道：“朱雀星太小了，我年轻时曾去了一趟天运星，那里比朱雀星大10倍，宗派极多，仙玉自然也就多了。若非实力不够，去抢一把一定很过瘾。”闻言，亡灵正要开口询问之时，忽然遁天神色一变，遥望远处，只见在远处一片云海之中，一股浩渺的符文之力伴随着黑雾呼啸而来，正是仙夷族。这段日子，亡灵与遁天交谈时得知，仙夷族在数年前重现朱雀星，组织了庞大的队伍，直接向朱雀大陆展开进攻。这一战持续了3年，3年后，仙夷族没有持续，而是退开。蚕食3级修真国，形成了与朱雀国的对峙之战。在这场战斗之中，朱雀国2个人物脱颖而出，其中一人是柳眉，此女一出立刻擒住仙夷族数个7叶束咒师，甚至连相当于阴变后期的8叶束咒师也被他擒了一个。另外一个是前锋，此人一出现便立刻深入仙夷族，斩下数个仙夷族强者性命，最终与仙夷族少族长一战，轰动整个朱雀星。虽说前锋与那少族长平手，并未取胜，但他的声势却是飙升。除此之外，这前锋还有另一重身份，也是让所有人为之侧目。此人是上一代朱雀子的后人。遁天盯着远处大片黑雾，沉声道：“这仙夷族此番展开了第2次进攻。曾牛，我能感觉到在那片黑雾中有一个阴变中期的束咒师，你把尊魂幡祭出，我们冲过去。”听得此话，亡灵右手虚空一抓，立刻体内的11尊魂幡幻化而出，旋即化作黑幕，把他的身子包裹住。遁天同样拿出11尊魂幡，一挥之下包裹全身，带着亡灵2人向着仙夷族的黑雾冲去。见得这一幕，那些仙夷族族人正要出手时，突然从黑雾深处传来一声呵斥，旋即一个全身上下没有半点符文印记的中年男子从内走出，在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驼背老者。亡灵一眼就认出，这老者便是当年在仙夷之地时追杀他进入空间裂缝，最终被他摆脱迷失在裂缝中之人，炼魂宗。那中年男子轻声说道，随后身子向前一踏，直接阻拦在了遁天与亡灵身前。他右手向前虚空一拍，2位炼魂宗之人，留下吧。此人轻轻一拍之下，顿时一股无形之力从天地之间出现。亡灵神色微变，在这股无形之力下，他有种强烈到极致的危机感。9叶束咒师，遁天的声音从魂幡内传出。与此同时，他身体外的魂幡移动之下，大量魂魄呼啸而出，其中13个紫金魂魄更是好似天神降临一般弥漫在四周。给我冲！遁天大吼。那中年男子见状，眉头微皱，他是近千年才晋级到了9叶，相当于修士中的问鼎初期，并没有见识过当年11尊魂幡的威力，只是在族内的一些典籍中听说过。此番威力无穷，被誉为仙夷族最忌惮的法宝之一。此刻一看，遁天已然带着亡灵冲了出去，向着远处飞去。木叶，你带着族人继续前行，与少族长会合，我去领教一下那11尊魂幡的威力。那中年男子吩咐一声，向着遁天追去。遁天飞行间忽然一顿冷笑道：“这仙夷族的9叶束咒师追来了，曾牛，你看好了，看看为何问鼎修士会如此忌惮这11尊魂幡。”遁天说着转过身子，双手掐诀，咬破舌尖向前一喷，尊魂5翼，主魂13，现！蓦然间天地一暗，整个天空好似被一张黑幕笼罩，只见一个个魂魄从魂幡内飞出，密密麻麻遍布天地之间。在其中13个紫金魂魄屹立望着那现身的中年男子，看好了，这才是尊魂幡的真正用法。魂阵13，顿时弥漫天地之间的5
异魂魄按照某种规律飘在四周，以那13个主魂为中心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阵法。炼魂！遁天大喝着，右手向前一抓，所有魂魄在这一刻统一发出了一个声音，这声音好似某种咒语。顷刻间，一股黑色的气息从这些魂魄内涌现出，凝结在一起，居然化作了一只大手。这大手与遁天此刻的动作一样，那中年男子身上立刻出现了一个闪烁白芒的虚影，这便是此人的魂魄。中年男子右手向上抬起，虚空一点，口中轻吐，定，砰的一下，那抓来的大手立刻停止一动不动。遁天冷笑道：“不愧是9叶数咒师，倒也有些手段。13魂，去！”这一次5亿魂魄轰然间向着13个主魂凝聚而去，转眼这13个主魂立刻凝实起来，实力也是瞬间飙升，几乎每一个都相当于是应变后期。遁天再次开口：“13魂归一。”此言一落，13个魂魄凝聚在一起，形成一个魂魄，5亿魂魄，13主魂凝练归一，形成一魂。此魂一现，天地色变，这由大量魂魄凝聚而出之魂，其修为达到了问鼎之境。遁天望着中年男子冷声说道：“快滚！老夫今日不杀你，你们仙夷族与朱雀国的战斗，我炼魂宗不参与。”那中年男子面色极为阴沉，他盯着遁天说：“仅仅如此无法威胁到我？莫非11尊魂幡就只有这些威力不成？”遁天哈哈一笑：“10主魂现！”他手中魂幡一挥，立刻又有10个应变主魂出现，默默地飘在四周。这一次，中年男子终于知道为何族内对此物极为忌惮的原因。他当下便是抱拳沉声道：“炼魂宗不参与我方与朱雀国的战斗，在下代表仙夷族承诺，绝不进入炼魂宗半步。”中年男子说完，谨慎地转身离开，而遁天也是收回所有魂魄，带着亡灵疾驰而去。亡灵目睹了之前的一幕，眼中露出一丝狂热。此番在手，天下之大，哪里都可去的。这便是我炼魂宗11尊魂幡的威力，你看如何？飞行中，遁天言谈带着一丝傲意，很强。亡灵沉声道。遁天哈哈一笑，尊魂幡没有确切的使用方法，但之所以带这个尊字，则是因为此魂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神通，那便是融合。不过这些并非是尊魂幡最强大的神通，此魂幡真正可以威胁问鼎后期的，则是第4主魂。数万年来，此番的第4主魂只出现过一次，那一次是我炼魂宗最后一位问鼎初期的老祖与2代朱雀子联手，迎战进入朱雀星的4个外修真星的问鼎后期大神通者。遁天一边飞行一边为亡灵详细的介绍尊魂幡。实际上这一次外出抢夺仙域虽说是目的，但遁天更多的却是想让亡灵更为直接的了解尊魂幡，以便2年后执掌此番。对于亡灵，遁天可谓是毫无吝啬，如同面对真正的嫡传一般。